追！顺着血腥味一路往前追寻，很快一行人追寻到山崖边。大人，那个人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在这里。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一群人开始寻找法子下到峡谷。营地内，所有人大气不敢喘，每个人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有人想开口询问，但也不敢发出声音。细碎的脚步声伴随着风雨由远及近。是我。营地里的人在听到苏英回来的消息，一个个都动起来，迫不及待地想要询问情况。哎呀，先别说话，赶紧换一身干爽的衣服。苏英走进女眷休息的帐篷，马上换掉身上这一套衣服。来，先喝一杯姜茶驱驱寒。娘，你们都准备一下，或许我们马上就要离开此地。啊，茵茵啊，咋还要走啊？茵茵啊，是不是情况很不好啊？你们先准备着，具体如何等会儿再说。苏茵从女眷那边出来，走到左边的帐篷，一进帐篷便注意每家的主事都在这里，这倒免去了他叫他们过来。他快速将自己看到的情况说了一遍。虽然不清楚两方人马为何厮杀，但是他们厮杀必然不想让人知晓，而我们就在不远处，一旦被他们发现，只怕小命不保。他之所以将尸体扔到山崖下，便是为了给大伙争取离开的时间。我瞧见有人逃走，许多人去追杀那人，一旦他们追杀到那人后，必然就会回来清点盘查，说那时候瞧见咱们必然会被灭口。赶紧离开，走，马上走。每个人都知道情况紧急，收拾东西的速度都比往日快。要不将这里扎营的痕迹抹掉？不用。为什么不用？若是抹掉痕迹，他们不就不知道咱们的存在了吗？第一，我们砍过木头搭建帐篷，砍伐的痕迹抹除不掉；第二，石壁上痕迹也无法抹除；第三，这里的车轴印以及搭过帐篷的痕迹，你无论怎么抹除，都无法做到与之前如出一辙。现在雨还没有停止，让雨水冲刷过后泥水自然的覆盖，反而让他们更加难以辨别出在此扎营的人是在他们来之前还是在今时今日。若你欲盖弥彰的睁眼过后，他们必然能够判出来扎营的一伙人是在今夜，这反而是更加危险。雨天的夜里山路格外难行，但再难他们也都得走。行至木屋途中时，每个人都闻到了浓烈的血腥味，即便雨水冲刷着，依旧掩盖不了此地发生的血杀。李家村的人瞧见了那些马匹，有些心动。我们要不要把那些马给牵走啊？我去问问苏英。没等他们去问，万三爷先一步过来。李瑞，你带几个人随我来。胖爷，去哪里啊？别问，来了便是。李瑞不敢耽搁，叫了几个堂哥一道过去。几人瞧着行进的路线，这不就是朝着木屋那边走？胖爷，咱们这是要做什么？我先瞧瞧这些马匹是否有标记，若是没标记，你们牵走4匹。万三爷走上前查看马匹的情况，与他们猜测的一般，这些人骑的马匹都没有特殊印记，都是普通的马。牵4匹走。在他们挑选好马匹，万三爷将剩余的10几匹马的缰绳全部解开。胖爷，为何要解开？这个就不用管了，赶紧把马套上板车，赶紧走。哦。李家村人有了马匹后，苏英也就不用顾虑那么多，马车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当然这个速度自然无法与白日里的速度相提并论。那一伙黑衣人一整夜都没有停歇，都在寻找尸体。苏英一行人同样的也都没闲着，一整夜赶路。现在双方比拼的是速度。苏英将各家主事人都叫到一起。茵茵，是不是有什么不妥呀？我们马上就要到林州府了，难道哪里还有问题？面对他们的询问，苏英轻叹一口气。万三爷先一步开口。
不是抵达林州府就万事大吉了，到了林州府是脱离危险的最基础的一步，能不能很好的隐藏在府城内才是最关键的。若是没能隐藏好，还是有可能会被对方寻到的。此言一出，14位主事人齐齐变了脸色，怎的就如此难？他们只是走个路而已，偏偏碰到这等倒霉的事儿，当真是无妄之灾。露宿之地的，对方必然察觉到在那露宿的人数众多，且还有马车，他们有心追寻，其实很容易会被对方寻到。我们这么多人贸然进入林州府，而且每家每户都有马车，如此扎眼，守城的士兵必然会对我们有印象。这可如何是好啊？是啊，这可怎么办啊？茵茵，你是不是想到了应对的法子？有，但必须要所有人配合。这个过程中谁要是没有做好，我们所有人都会暴露，一旦暴露，那就是灭顶之灾。你说我们一定都做到，无论是大人还是孩童。首先进入林州府时，我们不能再统一行动，必须化整为零。苏音表妹，你的意思说我们所有人都要分开走？对，这个化整为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有马车的人家每家每户必须穿上干净整洁的衣服，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得要弄得整整齐齐，别太邋遢，必须是要与周围的流民区分开。第二点，咱们化整为零后不能前脚进入府城，每队进入之后，后者必须隔开一段时间才能进入，主要是能够碰到其他有马车的队伍，跟着他们一道进入。关于这一点，明日我会细分。第三点，进入府城会查验户籍证明，除了张家可以用户籍证明入城，我们不行。万三爷此时开口，其实一部分可以用，比如李瑞你们这边可以商量一下，2户人家使用户籍证明，其他人塞钱。杏花村这边所有人全部塞钱，若是塞钱的话，他们也不让进，那可怎么办啊？若是如此，我来替你们解决。苏音相信万三爷有这个能力。接下来我要说第二件事，关于前2日的事情，所有人必须统一口径，无论是谁来问都必须要一致，大人要知晓，孩童亦要知晓，但凡能够开口说话的都必须要统一口径。我们该怎么说呀？就说我们没从那边走，是从官道走的吗？不用，大方承认是从那条山路走，原因是平阳县拦截，这些都老实交代，不要隐瞒，但日期必须是提前1日，记住了啊，我们走那条山路的时间是在7月13日。他们连夜赶路，而那2日也是加快脚步，说是提前1日，时间也能对上。众人不住点头。从黑夜一直走到白日，从雨夜一直走到雨停。大表哥，你同后头的人说一声，白日里会一直赶路，最多正午时分就会休息一会儿。说人走得累了，让大伙儿都轮流休息。现在是在逃命，能不停便不停。行，我同他们说。万三爷知道他的担忧，安慰道：别担心，出了这条山路之后，抵达官道上时，让整个队伍化整为零便是，如此也不至于太过扎眼。化整为零倒是个法子，但我就怕有人脸上藏不住事儿。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法子，每个法子总有缺陷，你也要试着相信他们，或许他们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厉害。或许吧。真到了那个地步，就看天命。现在他是不住的祈祷，那些人能晚几日找到尸体，这样一来，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抵达林州府。连续赶了2日，再往前走10里路，前方便是林州府。如今天色已经暗了，再往前走已经不合适。明日一早就能进城，也能松一口气了。1日没进林州府，我1日不放心。应该不会出差错了。或许吧。与此同时，一直在山崖下寻找尸体的黑衣人一行人，终于在下游寻找到了领头男子被洪水泡得肿胀的尸体。大人，
尸体找到了。带路。鬼面男子行至尸体所在的地方时，下属已经开始验尸。大人，尸体上没有有关藏宝图的线索。对于这个结果，鬼面男一点都不意外。不过属下另有发现，此人并非是意外摔下悬崖，更非是自个儿跳下悬崖，而是被人杀死之后扔下悬崖的。你说他是被人杀后扔下悬崖？对，此人的双腿被人砍断，致命的伤口在心脏处，一击毙命。从伤口处可以看出，下手者动作干脆麻利，杀他之人身手绝非一般人。绝非一般人，是个高手。这个高手是从一开始就跟随着他们，还是凑巧路过？若是前者，他们这么多人都没有发现他的存在，足可见对方的武功高深。若是后者，那倒是凑巧了。不管如何，这个跳出的黄雀着实让人厌恶。大人，这人的背后又纹着一幅图。腾蛇，或许别人不知道是哪方势力，但不包括他。没想到他的人也参与其中，还掌握了线索，倒真是让人意外。将尸体里里外外仔仔细细研究一遍后，确定再无价值，一群人从山谷里返回到山路上。一群人刚回到山路上，便遇见2伙难民正在争夺一匹马。这是我们瞧见的，是我们先抓到的，是我们的，明明是我们的，你给我起开！双方争执不下，丝毫没察觉到那伙黑衣人出现。鬼面男子看着衣衫褴褛、眼中泛着贪婪的流民，只对身侧的人说了2个字：杀了。他一出声，争执中的2方流民听到动静，转过头就见着一群身着夜行衣、杀气腾腾的人，心中顿时惧意。爷，这匹马给你们，我们不要了。说着就要带着全家人离开。黑衣人没有理会，冷眼上前。惊恐的尖叫声伴随着屠戮的厮杀声，10几口人全部死在他们的刀下。找到他被劫杀的地方。半个时辰后，下面传来了消息。大人，找到地方了。一行人很快抵达2日前苏英劫杀领头男子的林子。虽然暴雨冲刷了很多痕迹，但周围树丛折断，打斗痕迹却冲刷不了。从这些树木的痕迹，基本可以判断出在此打斗的人只有2人。看来那位神秘高手只有1人。一名下属匆匆赶来。大人，在1里开外的山腰上有一处露营的痕迹。在哪个位置？下属手指着左侧的上方。带路。一盏茶后，鬼面男子一行人抵达苏英一行人露宿之地。大人，此地扎营的人想来是一群逃难的人。有人注意到了很深的车轮印，即便雨水冲刷过，还是有些浅浅的印记。大人，那一伙有马车，这里有不少的车轴印，可看得出是什么时候留下的痕迹。前还是后，两者之间差别很大。暴雨冲刷过的痕迹很重，属下无法准确判断出。依属下判断，这一处露宿的人很大概率是在暴雨来临前便在此。至于他们是在前3日之前还是当日，无法判断。他的手指不停地来回摩挲着大拇指，眉头紧锁。巧合，一个人，高手，雨夜，一队带有车马的逃难人，他们为何会在此地露宿扎营？自己的直觉告诉他，这件事不简单。去木屋。此地没有多余的线索，没必要久留。大人，马匹都被人抢走，这些人尸体都被人不同程度的翻过，身上的钱财有价值的东西全部被人拿走，应该是被这2日行走这条山路的流民搜刮走的。此时又有一批难民从山路上经过，
那群难民在瞧见他们以及木屋门前的尸体时，一个个吓得不敢多看，脚下的步伐不自觉加快。鬼面男子没有理会这群人，走，回林州府。诺。胖爷大舅，你们注意安全。好。第一批人马过去了，赶在最早这一波人流。杨屠夫站在苏英身侧，眼巴巴地盯着城门口，很快便瞧见了守城的官兵将他们拦下。万三爷下车交涉，不消片刻，守城的人笑呵呵地放他们入城。哎呀，没拦着，这真是太好了。卯时过半，官道上出现了一旁驾着马车的队伍。这伙人一看身份就不简单，苏英立马通知张炳亮他们一队人马跟上。他们进入城后，只要官道上出现大量的入城人士，他都会让他们的人混入其中，跟着一道进城。陆陆续续一户户人家都进了，最后就剩下苏英、杨屠夫、小舅舅他们3家人。茵茵啊，咱们什么时候走啊？不急，咱们未时入城。但很快苏英改变了主意，因着官道上出现了一队人马，前头的护卫骑着马，后方还跟随着2辆马车，后方还押送诸多货物。走。苏英他们立马牵着马走到官道上，走到了这一批人前头。他控制着速度，只比后方的人快那么半盏茶的时间。他们抵达城门口处时，城门口的官兵立马都被后方押送的队伍给吸引住。至于苏英他们压根儿不在意。赫连家的人回来了。哎呀，这速度好生快呀！本以为最早也要明日才到，没曾想今日便到了。守城的官兵们都在议论着赫连家的队伍。小舅舅笑眯眯地给守城官兵塞了银钱，对方看了一眼，直接挥挥手让他们过了，看都没怎么看他们，心思都放到了后方。对于这样的结果，苏英最是乐意见到。穿过巍峨的城门，府城内的繁华让从未到达过府城的杨大和、杨屠夫等人看花了眼。茵茵，茵茵，这里好生热闹啊！哎，茵茵，你快看，他们穿的衣服花样好好看啊！哎，你看，他们发髻上戴的花好好看啊！苏英微笑着点头，看得出来，林州府城内的百姓过得都不错，即便是在这混乱的情况下。一则归功于此地有渡口，促进经济，百姓活计多，能赚得钱；二则大概得归功于当地的父母官。杨大和找人问询了紫霄阁客栈的地址，正准备驾着马车朝着西城而去，刚走没几步，城门口处一阵骚乱。怎么了？不消片刻，便从街上百姓议论声知晓了情况。打起来了！哎呦，赫连家的人同百善堂的人打起来了！这下有好戏看喽！赫连家，那不就是跟在他们后方的那一伙队伍？怎么突然间就同人打起来了？杨大和也好奇，便问了一旁的一位行人：“请问这百善堂与那赫连家是何方势力啊？”诸位是外地来的吧？这个百善堂啊，那可是整个林州最有名贩卖奴隶的商号。至于赫连家，亦是百年商号。这两家不对付，这不，两家在城门口撞上了，便就对上了。哦，原来如此。在他们谈话时，城门处两方势力有了高下。哈，赫连小姐，苏某就先行一步了，改日再登门拜访。马车内传来一声冷哼，似不屑同他交谈。苏孝忠也不恼怒，走。一声令下，一辆辆关押着奴隶的囚车进入城中，那长长的队伍一眼都望不到头。哎
哎呦喂，这是第几批了哟？哎呀，怎么又运来这么多奴隶呀？改明儿个也去买几个奴隶来。苏音他们在前头，隔着一段距离，又是坐在马车里，不知道那边的情况，但很快就知道谁胜谁负。果然还是百善堂赢了。百善堂果真霸道啊！嘘，莫要让他们听见。正在这时，后方传来了霸道的驱赶声。前面的，都给我让开！让开，让开！以免给自己招来无妄之灾。百善堂的队伍渐行渐近，打头阵负责开路的那个壮汉，却突然留意到了苏音所乘坐的这辆马车。呵呵，这一次兄弟们的花钱算是有了。他盯着前方腾出的空位，对着苏音他们咆哮起来：前面那辆马车还愣着干什么？快给老子闪开！听到这话，杨大河慌忙扫视身旁有限的空间。此时此刻，他们的马车几乎紧贴着隔壁摊贩摆放货物的区域，如果继续挪动，恐怕就要碰到人家的东西。苏音心下了然，暗骂一声倒霉，竟然被这一帮土匪给盯上了，看来今日得大出血。他从车厢内走出，走到杨大河身旁，轻轻地接过他手中的缰绳。茵茵，你这……苏音并未解惑，而是快速地驾驭着马车，朝着前方驶去。前面的，谁让你们走的？王二麻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直接带上几个人去追。马车小跑一段路后，苏音眼疾手快地一把拉住缰绳，用力一拽，迫使狂奔的马车稳稳地停在了一个三岔路口处。与此同时，身后穷追不舍的百善堂众人也气喘吁吁地到了。谁让你们走的？周围的老百姓看到这一幕，纷纷摇头叹息，表示早已司空见惯。这些人啊，要倒霉啦！哎呀，惹上百善堂的人肯定没好果子吃。哎呀，他们可真够倒霉的。嘿嘿，被百善堂给盯上的人，不死也得脱一层皮。哎，面对百善堂打手的质问，苏音却显得异常镇定。这位大哥，不是那位小哥让我们走的吗？哼，我什么时候叫你走了？就是你刚才说的呀，让我们赶紧离开，所以我才急急忙忙把马车赶到这宽阔的三岔路口，好给百善堂的各位让出一条路来。如果不是这个意思，那请问这位小哥，你刚刚说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面对苏音的质问，开道的打手男子顿时语塞，支支吾吾半天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就在场面陷入僵局，气氛异常尴尬的时候，杨大河迈步向前走去。他在苏音的示意下来到王二麻面前，弯下腰诚恳地道歉。哎呦，这位大哥，真是不好意思，我家这孩子年纪小不懂事，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他计较啊。一边说着，杨大河还不动声色地将一张银票悄悄塞进了王二麻的手中。就这点钱啊？哎呦，这位大兄弟啊，我们也是替主家办事儿，身上没钱。嘿嘿，没钱。就在双方僵持时，苏孝忠率领着一群奴隶浩浩荡荡地来到了近前。前面究竟发生了何事？回二掌柜的话，有一伙人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不仅如此，他们还打伤了咱家兄弟，这会儿正找他们索要费呢。注意措辞，我现在只是暂代二掌柜一职而已，切莫叫错了。那名小喽啰闻言连连点头称是。你们快去催促前方之人速速解决此事，切勿耽搁了正事。其实对于手下所说的被人打伤需要赔偿医药费这类谎话连篇的借口，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种事情苏孝忠曾经亲眼目睹过多次，所以现在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毕竟上面那些人想要让手下人为他们尽心尽力的做事儿，当然不会去阻止手下通过各种手段来给自己捞钱谋利。此刻苏孝忠的目光越过拥挤嘈杂的人群，望向前方不远处的那辆马车。然而当他的视线停留在马车前面站着的那2个人身上时，他的瞳孔突然间猛地收缩起来。苏孝忠瞪大双眼，使劲地揉搓着自己的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前方不远处的人影，心里暗自嘀咕道：难道是我看花眼了不成？当他再次定睛看时，一股激动之情涌上心头，但很快按耐住。二掌柜的有令，叫咱们赶快把这件事解决掉，万万不可拖延误事，要是上面怪罪下来，咱俩可都担待不起。二麻子连连点头，表示明白。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们也不多纠缠。今天只要你们赔给我兄弟200两银子，这事儿就算完了。啥？200两？正当杨大河沉浸于那200两银子带来的恼怒之中时，一旁的苏音敏锐地察觉到一支庞大队伍正在逐渐逼近。那货长得与自家老爹好像，不对，我操，这哪是长得像，这人分明就是我那个愚笨至极的爹呀！杨大河心中茫然无措，不知该怎样面对眼前的局面。他下意识地侧过头，目光投向身旁的苏音，却意外捕捉到了他的视线所向。这难道是我眼花了不成？怎么会有人长得如此酷似姐夫呢？苏孝忠似乎也察觉到了小舅子投来的目光，他转过头，视线同杨大河对上，并朝他露出了一个朴实而憨厚的笑容。熟悉的笑容让杨大河不禁心头一震。好熟悉的笑容啊！没错了，他真的是姐夫。天啊！突然间，坐在车内的苏宝珠发出一声惊叫。苏音立刻察觉到事情不对劲，她迅速迈步来到马车前方。娘，小姑，你们先别着急，这事是因我而起，我自然会承担责任，哪怕是卖掉家里田地和祖屋，我也一定会想办法凑齐这200两银子的。马车内，苏宝珠紧张地扯了一下小嫂子的衣袖，一个劲儿地示意她千万别提三哥的名字。啊，那可是整整200两银子啊，可不是区区20两那么简单。天哪，今后我们日子怎么过呀？早知道你们赶马车会闯出这么大的祸来，我当初就不该向主人家讨这辆马车回来，只为了让你们脸上有光。苏音的眼底掠过一丝惊讶，想不到这个小姑姑如今变得如此能言善道。不，应该说她的脑筋转得可真够快的。若是没有银子，那也无妨。这样吧，把这几位小姑娘留下来做人质，你们其他人可以先回去筹备银两，等凑齐了数目，再来百善堂赎人即可。他的目光朝着小舅子、妻子、小妹还有杨屠夫一家人扫过去，只见他们全都充满愤怒的眼神，死死地盯着自己。苏孝忠想眨巴眨巴眼，他冤枉啊！他们干的事儿可不关他的事儿，他是清白的。王二麻，赶紧给我滚过来！二掌柜的，您找小的有啥子事情啊？叫你快点带人走，你耳朵聋了？居然还敢在这里为了区区几两碎银磨磨蹭蹭！要是耽搁了贵人的大事，小心贵人活剐了你的一层皮！二掌柜的，千错万错，都是小的错，我们这就马上走，马上走。王二麻一边说着，一边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哎呀妈呀！你瞧我这破嘴，秃噜反账的，净给您添麻烦了。哎呀！
王二麻冲着前方的人大吼：快走，继续前进！当他转头看向苏音一行人时，快点滚开，今天就暂且放你们一马。百善堂那气势磅礴的队伍浩浩荡荡的从他们眼前驶过，苏音、苏宝珠和苏母等人的目光都被那一对对载满奴隶的囚车吸引。哎呀，这吃人的世道啊！好不容易等到百善堂的队伍渐行渐远，直至消失不见。你们还是尽快出城去吧，走得越远越好。话音未落，此人便像只受惊的兔子一般，迅速钻入人群之中，仿佛多停留一刻，就会有天大的祸事降临一般。苏音甚至来不及跟对方道一句谢。我们快走吧。随着马车缓缓启动，刚刚还噤若寒蝉的人们又开始交头接耳起来。这伙外乡人也是真够幸运的，如果不是百善堂那位二掌柜亲自发话，他们今天肯定没法全身而退。看百善堂的人今日行事匆匆，想必有大事发生了。幸运？我看未必吧。他们现在虽然没事儿，但只要等百善堂的人把手上的事情处理妥当，百善堂的人必定会找上门。到那个时候，这几个外乡人的下场只会更凄惨罢了。唉，说得对呀。被人们纷纷议论着的苏音一行人，此时正驾着马车，马不停蹄地朝着西城方向疾驰而去。他们此行的目的，紫霄阁客栈。车厢内一片死寂，每个人心中都憋满了话语，但却无人打破这份沉寂，因为此刻并非闲聊之时，似乎每个都在消化着苏孝忠成了百善堂二掌柜的事儿。杨屠夫的妻子忍不住压低了声音开了口：你说到底是咋回事儿？苏家那口子怎么就突然变成了百善堂的二当家？杨屠夫一脸懵地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同样茫然。这事儿先别声张。他默默地点点头，表示同意。刚踏进西城区域范围内，所有人都感受到此地的不同。正所谓东富西贵，南贫北贱，这句流传已久的俗语仿佛得到了最生动形象的诠释。茵茵，胖爷会不会记错了客栈的名字啊？不会错的。走吧。客官是打金儿啊，还是住店的？住店。啊，我们客栈有3种类房，普通的人字号房间1晚3两银子，地字号房1间1晚，只需……等掌柜的介绍完，苏音不慌不忙地开口：给我们来6间房。客官稍等。掌柜从后排的墙上取下人字号房的6个牌子。劳烦客官提供一下户籍证明。出来的匆忙没顾上。这没户籍证明，本店恐怕无法招待呀。掌柜的，我们是你们家东家的亲戚，这次过来也是探亲的。今日时辰尚早，要不诸位不妨去东家的别院看看。不急于一时，说起来万伯伯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还同掌柜您有关。那都是好几十年前陈芝麻烂谷子了，亏得东家还记得这么清楚，要不是你提起来，我自己都快忘完喽。原来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万伯伯居然一直把您的事放在心上，看来掌柜您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啊，可真是举足轻重。打从我父亲手中接过这份差事，便一直追随我们的东家打拼事业。也难怪万伯伯会对您的事情记忆犹新。这场看似波澜不惊的对话背后，实际上却是一场双方之间微妙的试探与角力。小六啊，赶紧带领这几位贵客前往2楼的厢房休息。几位贵客如果有任何需要或者遇到什么问题，
随时呼唤小人一声即可。那就多谢掌柜的了。嘿，贵客们，那请跟我来吧，让小的带你们前往厢房。店小二、小六热情地带领着苏音等人来到了位于1楼南侧的厢房。此房间临近主街道，可以欣赏到外界的风景。倘若贵客觉得嘈杂吵闹，不妨移步至北面的厢房居住。不必麻烦，这里就挺好的。多谢小哥，你去忙你的吧，我们会自行照料妥当。小六恭敬地点头回应。若有任何需求，请随时吩咐小人，定当全力效劳。等人离开后，3家人互相一对视。杨大河打破僵局：茵呀，关于你爹的事，小舅舅您别急，我们刚刚抵达此地，还是先安定下来，再谈其他的吧。行，听你的。于是3家人默默地拿起各自的房号牌，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房间内，苏母与苏宝珠两人再也忍不住：茵茵啊，你说方才咱们见到的那个人真的是你爹吗？茵茵，那人真的是我哥吗？他是你相公，真的不能再真的那种。又转头看向苏宝珠：是你哥，你没看错。我哥，他怎么就成了百善堂的二掌柜啊？他们分开满打满算也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怎么就……太不可思议了。苏音那是接受良好，这种事情要让他们自个儿消化去。方才的事情大伙儿都瞧见了吧？众人点点头。我明白你们心里都疑惑着，方才瞧见那人到底是不是我爹。众人再次点头。你们没有认错，那人是我爹。不过他为何会成为百善堂二掌柜的事，我也不知。关于这一点，他们自然是知晓的。茵茵啊，他真的是你爹？我怎么就觉得那么不相信呢？你爹是被人挟持了还是咋的了？以他那性格能做这种事啊？我也不清楚，不过你们放心，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原因。他很清楚，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同老爹会面。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必须要做。百善堂二掌柜同我们有关系的事情，不要让任何人知晓。为什么呀？苏音将大致的原因说了一遍。众人听完后面色都变了。这不会吧？会，且一定会。见苏音如此肯定，众人把那点侥幸心理都摁下了。所以大家一定不能让人知晓这件事情，烂在自家人肚子里。孩子们那边就说那人不是我们认识的人，告诉他们少说百善堂的事，会招惹麻烦。对，赶了许久的路了，咱们今日好好休整。众人点头。也不知道你大舅舅他们那边怎么样了。娘，你放心吧，他们会照顾好自己。若真是搞不定，定然会来到这边寻咱们。事情交代完，各自散去。苏音第一件事便是洗漱，再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这一次，她终于可以穿没有打补丁的衣裳了。百善堂，二掌柜，奴隶已经清点完毕。苏孝忠微微颔首，表示知道了，同时伸手轻轻捏着眉心，满脸倦容。二掌柜，您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妥当，保证不会出现任何差错。若是有事，记得及时唤我。说罢，他抬起脚，正欲转身走向后院，却在不经意间瞥见正准备出门的王二麻。王二麻，听到呼喊声，王二麻立刻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二掌柜的，有什么需要小的做的？你偷偷摸摸的想要去哪儿？回二掌柜的话，小的打算找人去追查前头拦住我们去路，耽搁大家事情的那帮家伙，咱百善堂的名声可不能受损。苏孝忠听后点了点头，但眼中的笑意并未到达眼底。寻到那伙人，你准备怎么做？
小的准备先将他们的钱财全部榨干，等榨干钱财后，再找个机会让他们再犯事到小的头上，这个时候就可以将他们队伍里的那几个姑娘弄到手。王二麻美滋滋地说着，一丁点都没有发现他的二掌柜看向他的眼神，就像是看着一个死人。看起来晌午时分跟你讲过的话，你压根儿就没有听进去半句。二掌柜的，小的一时忙碌昏头了，请您明示一下吧。贵人交代的事情还没有办妥，你竟然还有心思去琢磨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莫非是最近太清闲了，连商号的规矩都忘得一干二净？哎呦，小人真是糊涂啊，罪该万死，请二掌柜的放心，这种事绝对不会再发生第二次了。好了，够了，等那位贵人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妥当之后，你想怎么折腾都行，我绝对不会再多说一个字。是，谢二掌柜的，小人再也不敢了。苏孝忠见状，冷哼一声，抬腿迈向前走去。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总觉今日的二掌柜很不同。正当他思绪飘忽，心不在焉之际，一名小喽啰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二麻哥，兄弟们已经打听到那一伙人的确切位置了。哦，那伙人现在究竟在哪儿呢？那一伙外乡人住进了紫霄阁客栈。啥？紫霄阁客栈？你们可都打听清楚了？下面的兄弟没搞错吧？二麻哥，绝对错不了。西城那边的兄弟可是亲眼看到他们进了紫霄阁客栈。二麻哥，那我们到底啥时候动手啊？王二麻一想到二掌柜的吩咐，心里正憋着火。急个屁呀你！二掌柜的说了，最近给老子都消停点，等那位贵人的事办完了，爱咋咋地。二麻哥教训的对，是小的着急了。可是再过几天，那些外来的家伙恐怕就要拍拍屁股走人了，咱不就白下了这么好的机会吗？这样吧，你先安排手底下的人盯着他们，其他的等商号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了再说。两人交谈时，苏孝忠静静地站在不远的拐角处。闺女们竟然在紫霄阁客栈。他决定找个合适的时机前去见他们一面。然而此刻，他的眼眸底部却悄然闪过一丝凛冽的杀意。对于王二麻这个手下，苏孝忠原本还颇为器重，可惜呀，这家伙不知天高地厚，碰了不该碰的人，想了不该想的事儿。他迈开步伐，朝着后院的厢房缓缓走去。二掌柜，苏孝忠摆摆手，示意他不用这般紧张。你去紫霄阁叫一桌菜过来，若是瞧见了你苏音姐姐，不要声张，将这个纸条递给她。你提醒他们一声，紫霄阁外有商号的人在盯着他们，让他们小心行事。商号的人我会想办法解决，让他们不用太过担心。都记住了没？大丫略一沉吟，肯定的点头。大丫拿着苏孝忠给的银钱走出商号，商号内的人瞧见了他，都是堆满了笑脸。小贤琴，你到哪儿去了？二掌柜想吃紫霄阁的酒席，让我去置办一桌。嗨呦，这样的事儿哪能让你一个小丫头跑呢？我正好要去西城，经过紫霄阁，我去叫一桌席面就是了。不行的，二掌柜吩咐我的事情我一定要做，若是二掌柜知晓我没听从使唤了别人，定然会生气的。你们都有事情吗？可不能因着我的事耽误了你们。若是因此耽误了商号上的事，二掌柜肯定饶不了我。在二掌柜跟前做事的就是不一样啊，心思如发。我得要去了，若晚了二掌柜怪罪下来，我可就惨了。去吧去吧。从百善堂到西城的紫霄阁，
要从东城穿过去，走了约摸半炷香的时间，便赶到了紫霄阁。小姑娘，你是在找爹娘吗？不是，我要置办一桌席面。置办席面还是叫你家大人来吧。不用。他从兜里拿出一张银票递给小六。置办席面的钱，麻烦你们将菜肴送到百善堂。百善堂？从东侧厢房出来的苏英一行人，原本是没瞧见这边大丫的，因着店小二正好挡住他小小的身影，百善堂这个名字一出，立马便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他们这一看之下，视线都汇聚在大丫身上。大舅、姚虎叔，你们先去点吃的，其他事情我来处理。众人秒懂，大丫也注意到了他们望来的视线，同店小二、小六问道：我肚子有点不舒服，你们客栈的茅房在哪？我带你过去。苏英在位子上坐了片刻，便起身朝着后院走，正好与小六擦肩而过。到了茅房外，就瞧见大丫正焦急在茅房门口踱步。跟我来。苏英带着小丫头往自己的厢房走。妍妍姐姐，我想你们了，我真的好想你们。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等到大丫平复心情后，苏英这才开口询问：是不是我爹让你过来的？大丫惊讶地点头。我爹让你过来，是有说什么吗？大丫赶忙从袖口中拿出一张纸条，苏英没看，将纸条收下。苏伯伯让我告诉你，百善堂的人守在紫霄阁外盯着你们，他叫你们不用担心，他会处理好那些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吗？没有了。我知道了。妍妍姐姐，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带给苏伯伯的？没有。啊？苏英揉了揉小丫头的小脑袋。大丫，你说一说从我们离开杏花村之后的事吧。好。小丫头条理分明地将他们离开后村里发生的大小事都说了一遍，直到提及自己被家里人卖后，关于村里人的事情便戛然而止。自从被卖了之后，我就被关在一个屋子里，那里面都是同我一般的人，直到我遇到了苏伯伯。那个时候的苏伯伯还只是一个负责看守押送的，后面不知道怎么的就成了商号里的二掌柜。我爹什么时候成了二掌柜？就在3天前。之前的二掌柜好像出什么事儿，然后苏伯伯就成了二掌柜。你觉得我爹怎么样？苏伯伯对每个人总是面带微笑，非常的和蔼可亲，而且他对我特别好，不仅给我取了个好听的名字香琴，还一直照顾着我。大丫满心欢喜且感激地说：我现在叫杨香琴了。看着大丫那纯真而满足的笑容，苏英唇角不自觉地跟着上扬。香琴，杨香琴，这个名字在他的记忆中，他那愚孝的老爹可取不出这么文雅的名字，一点都不像是他老爹的风格。时辰不早了，你从后院回大堂。好。待大丫离开后，苏英缓缓地摊开父亲留给他的纸条，凝视着那张纸上既有着文字又夹杂着图画的内容。很魔幻的感觉。纸条上的信息简明扼要：次日晌午时分，需前往万华楼相会。苏英默默地将纸条点燃，灰烬随着微风飘散，瞬间消失在广阔无垠的天地之间。当他再次回到大堂时，恰巧看到大丫正带着紫霄阁客栈的伙计走出门口，而伙计手上则提着一个装满食物的食盒。此时此刻，杨大和和杨屠夫等人见到苏英归来，纷纷放下手中的筷子。小姑娘，你们自己也吃。他转头看向杨屠夫与小舅舅。小舅舅，杨虎叔，等会儿我们出去置办一些东西。行，
桌上的菜肴被一家人吃得干干净净，每个人吃得满嘴流油。苏英转头看向女眷们：娘，小舅妈，你们就在客栈里好好歇息吧。依依姐姐，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出去嘛。小龟龟乖，咱们没那么快离开府城，今日你们先在客栈休息，等明后天得了空再带你们出去玩。真的？真的。那好吧。将他们都安顿好后，苏英带着小舅舅与杨屠夫二人离开了紫霄阁客栈。哎，他们出来了！哎呀，可算是把他们给盼出来了，可真够磨蹭的。我们要不要跟上去啊？蠢货，不跟着看他们往哪儿去，难不成还在这里干等着呀？那咱们要不要找个机会把他们……你不想活了？没听见二麻哥交代过吗？这段时间不许生事，咱们暂且忍耐一下，等商号那边的事情处理妥当之后，再慢慢收拾他们也不迟。挨了训后，那名小喽啰想要动手的念头瞬间消散无踪。于是二人悄然无声地远远跟在苏英一行人三人身后，而早在他们动身之时，苏英便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身后跟随着的两条小尾巴。哎，刚刚大丫什么情况呀？大丫被他爹娘卖了换米，正好遇到了百善堂。我爹据说是中途加入到百善堂，然后莫名其妙就坐上了二掌柜的位置。我爹认出了大丫，想了法子将大丫调到自己身边，也算是给他挣了一条活路。两人不住点头。唉，大丫也算是幸运遇到你爹，不然啊，这孩子只怕会吃不少苦头。杨虎深表赞同的点点头，紧接着便迫不及待地开口询问：那杏花村里其他的人呢？他们如今状况如何呀？大丫很早就被卖掉了，至于杏花村目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势，他其实并不太了解。在他离开之前，杏花村的日子确实是有些艰难，但好在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并没有出现人员伤亡的情况。听闻此言，杨屠夫和杨大河的脸上纷纷浮现出欣慰的笑容。然而苏英却不着痕迹地瞥了他们两个人一眼，心头暗暗叹息一声。杏花村凶多吉少之事，他没敢透露出半分，原因无法说，不得也无法说。这个秘密或许将被深埋一生，而他们也许永远都无从知晓。小舅舅，老虎说咱们后面好像有什么人在跟着，别回头，就像平时那样继续往前走，千万不要让他们发现我们已经察觉到了异常。究竟是谁在跟踪我们呢？百善堂。你爹不是百善堂二掌柜吗？怎的还有人盯梢咱们呀？我爹刚刚接手这个职位不久，恐怕连座位都尚未捂热，底下那些人心存不满或者阳奉阴违的，也实属是正常现象。这如何是好啊？没事儿，我们照常行动便是，只是暂时呢先别同其他人碰面，免得惹出其他麻烦。咱们等着我爹解决了他们便是，相信要不了多久。他真的行吗？应该可以。苏音对他老爹还是有一点点信心。一路前行，当路过一家粮油铺子时，向伙计问询起当前的粮价。哎呀，都说江南地区物产丰饶，粮食充足，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百善堂。兄弟们，二掌柜的说了，这几日咱们都辛苦了，咱们再辛苦2日便可松快松快。二掌柜的还说了，连日风餐露宿，今日回到堂口，总不能让兄弟们吃那些粗食。今日二掌柜特意叫了万华楼的席面给咱们送来了。下面的小喽啰们闻言，一个个兴奋地嗷嗷叫唤起来。二掌柜威武！其他人闻言纷纷效仿。二掌柜心里有咱们，将咱们都当兄弟才会如此。你们谁要是阳奉阴违，
我第一个饶不了他。王二麻见事差不多了，让下面的兄弟入座。前厅内，王二麻被人众星拱月，每个人都在吹捧他，将他吹捧得飘飘欲仙。过来劝酒的人一波接着一波。很快，王二麻被人抬着进入厢房，人躺在床上时，嘴里还不停嘀咕着：来喝，继续喝。前厅的热闹还在继续，划拳声、劝酒声，声声不息。后院的一角，一道身影正悄无声息地潜入王二麻的屋子，一步步靠近床榻，锋利的匕首一刀精准地刺穿他的心肺。醉酒中的人感受到了疼痛，费力地睁开眼。为什么呀？月光落在他那张冷峻的脸庞，眼神冰冷，没有回答他的话，反而手中的匕首在他的胸膛内慢慢地搅动着。时间一点点流逝，床榻上的人渐渐没了呼吸，彻底无法动弹。苏孝忠这才松开手。苏孝忠从怀中掏出一个不起眼的物件，随意地丢到了床榻边，将事情做完后不慌不忙地离开，贴心地关上房门。翌日，来了！小香琴，二掌柜起来了吗？起了，你稍等片刻。哎，好。内室内，苏孝忠已经穿戴整齐，但没有急着出去，不紧不慢地打理着头发，待到时间差不多了，这才走出。二掌柜，早安。一大早如此急切来寻我，可是有事？二掌柜，王二麻被人杀了。什么？在哪里？被谁杀的？今日早上，下面的小弟找王二麻处理事情，但酒窖不见里面有回应，便觉得不对劲，待我们的人推开厢房的门后，就见着他死了，一把匕首直接刺穿了他心口处。一定是有歹人在昨夜悄悄进了他的房间，将他残忍杀害了。两人说话间，便到了王二麻的厢房门外。二掌柜早。二掌柜，可看出什么？回二掌柜的话，从王二麻的尸体僵硬程度上可以判断出，他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在亥时过半后，他的致命伤口就在心口处，一刀毙命。行凶者下手果决，一看就是经常杀人者，而且是早有预谋。苏孝忠认真地听着，神情凝重。房间里可有仔细搜索过？可有其他发现？还未来得及。叫几个兄弟过来，仔细搜索屋子，查一查是否有线索。是。另外，把昨日值守的人全部叫来询问。在商号内，居然有人潜入进来，将我们的人给杀了。这是不将我们百善堂当一回事。若是这件事没有一个结果，我们百善堂的威严何在？周遭的人都感受到了二掌柜的愤怒，一个个噤若寒蝉，同时既害怕又愤怒。后院庭院内，苏孝忠坐在太师椅上，李二挨个询问昨夜值守的人，屋内则有几名小弟在仔仔细细搜索。二掌柜，我们在屋子里发现一样东西。那名小喽啰恭恭敬敬地将东西递上，苏孝忠在看到那东西后，面色变得非常难看。李二等人也认出了那东西的主人。叫王忠过来。王忠很快被带到了庭院，他一见着这个架势，眉头微皱，面色很不好看。戴二掌柜，你来找我有何事啊？王忠，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的？王忠看着被扔在地上的绑带，立马将它捡起，小心翼翼地拍掉上面沾上的尘土，脸上满是失而复得的欢喜。你从哪里找到的绑带？这么说来，
你承认了？对，是我的。将他拿下。你想干什么？我可是三掌柜的人，你不能动我。哼，你杀了我的人，我拿下你，料想三掌柜也不会多说什么。你莫要血口喷人，我没有杀人。李二上前狠狠地踹了他一脚。还说没有？我们在王二麻的房间里找到了你的东西，这个东西定然是你昨晚行凶的时候不慎遗落在那里的。胡说！这条绑带我昨日白日里就丢失了。谁能作证？王忠直接哑火，昨日傍晚才丢失的，他也没同周围的人说起，自然没人知晓此事。王忠有一种百口莫辩的憋屈感。我虽同你不和，但你也不能冤枉我，我真的没有杀人。空口无凭。我有什么理由杀他？杀他对我有什么好处？站在外围的一名小喽啰突然站出来。小的有事要禀告。说，我能证明王忠为何要杀王二麻。3日前，我曾见到二麻哥同王忠吵架，两人吵得很凶，王忠更是直接出言会杀了他。这件事好些人在场，想来不止我一个人听见。一提及那件事，马上唤醒了不少人的记忆，很快一个两个跳出来证明此事。王忠百口莫辩，因为确有此事。王忠，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来人，将他关押起来，等候大掌柜的发落。是。苏小忠挥挥手，让人将王忠拖下去。即便王忠喊冤声再大，也无人相信他的清白。给王二麻的家眷多送一些银两，以后多照顾一些他的家眷，莫要让人欺负了他们。你告诉他们，以后要是有事，自可来寻我。二麻既然跟着我，他先走了，我便要对他的家人负责，绝不会让人欺负了去。这一番话让在场的兄弟们都很感动，看向苏孝忠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敬意。解决完百善堂的事情，苏孝忠掐算着时间离开。今日他可是约见了自家闺女，他可不能迟到。万华楼。闺女啊！爹，你也老大不小了，眼泪收一收。苏孝忠那激动的表情微微一僵，很快恢复正常。爹，你厉害啊，这不声不响就成了百善堂的二掌柜。巧合罢了。看着那熟悉的憨厚笑容，是那个味儿了，还是原来的熟悉味道。不过他不喜欢，他更喜欢威风凛凛坐在马背上指点江山的老爹，这样的老爹才有能力保护好妻儿。父女两人对视一眼，默契的同时勾起一抹笑。爹，闺女，你变得不一样了。两人异口同声。说完后，父女两人又是一愣，下一秒两人哈哈笑了起来。爹，你说说吧，你这段日子的事情，娘他们都很担心你，还有弟弟他们人呢。一提及双胞胎儿子，苏孝忠很是头疼。无论是前世的记忆还是这一辈的记忆，这两个儿子都很糟糕。你们走后第3日，云州那边流窜的暴民冲进了村子，村里的人……苏孝忠将他们分别后的事情大概复述了一遍。在听完后，苏音有一种果然如此的感觉。爹，依照阿姨阿奶的脾性，恐怕弟弟两人凶多吉少。这是实话，苏孝忠已经不是曾经那个以爹娘为天的愚孝儿子，褪去愚孝的滤镜后，自然明白闺女说的十有八九会成真。两人一前一后离开万华楼，刚一走到紫霄阁客栈，便见着客栈门口处停着几辆豪华的马车。
哎呦，客官，你可算是回来了。怎么了？哈，是这样的，东家派了马车过来接你们到别院小聚，外面那些马车便是来接你们的。你的家人见你没回来，一个个都不肯走呢。说话间，两人已经踏入客栈。茵茵，胖爷来接咱们了。苏茵点点头，叫上家里人，咱们一盏茶之后出发。哎，好嘞。他先回到厢房，苏母和苏宝珠两人一见着他，迫不及待地追问：如何了？你爹是怎么回事？你弟弟他们呢？他们可过得好？你可有见到他们？娘，你别急，我一见同你说。在百善堂里只有爹一个人。什么？这怎么回事？信阳他们去哪儿了？苏茵立马将老爹如何同苏家人分开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哎呀，苏小仲这个混球啊，他怎就不听你的话呢？那两个孩子同苏家那一窝子狼豺虎豹待在一起，岂有活路啊？娘，请您放心吧，信阳跟信光他们都是聪慧机灵的孩子，说不定他们能够化险为夷呢。这样的话语其实大家都明白，不过是一种安抚之词。然而此时此刻除此之外又能有何办法？苏家人在何处，他们一无所知。你爹他怎么能如此的蠢笨？早知道当初我就该态度坚决一点，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们留在身边照顾。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但作为当事人，苏母仍然需要一个情感宣泄的出口，只有将内心的痛苦与不满释放出来，才能避免积郁成疾。大姑姐，你们准备好了吗？听到声音，苏母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然后示意小姑子苏宝珠去开门。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苏茵调皮，惹您生气了不成？啊，没事儿，只是被风迷了眼睛。见苏母似乎并不想多谈，小舅妈也不好继续追问，只能默默点了点头。随后众人一同来到客栈大堂，此时另外两家人早已在此等候多时。待所有人到齐后，大家纷纷登上万府准备的马车。万府的别院位于南城，大约过了一盏茶，马车终于缓缓驶到了别院门口。苏宝珠、杨屠夫还有杨大和等众人凝视着这座气势恢宏的大门，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紧张之感。万掌柜家里这般富有，难为他同我们一道吃糠咽菜了。其实我们吃的也挺好的。门口处早就有下人在等候着，见他们到了，匆匆走下台阶，噙着笑脸迎上前。诸位贵客，请随小的来。茵茵，你瞧见没？这府内的下人穿的衣服好好啊，都没一个补丁，这可比好些土财主家的闺女都穿得好。唉，怪不得好些人都想卖身进到富户家里。放心，以后咱们的日子肯定会过得比这个要好。有他们那样就好，比这些穿金戴银的丫鬟们过得还好的日子，他可不敢想。由于宴请的人多，所以宴请之地并未设于屋内，而是直接摆在后方宽敞的庭院之中。当他们踏入这座庭院的时候，发现这里已然聚集了其他12户人家。茵茵，你可能都不知道，自从你不在我们身边，我们一家人整天都提心吊胆的呢。其他人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男人们则自动聚拢到一起，开始议论起胖爷，一个个惊叹之声此起彼伏，而女眷们同样如此，说着这一路上的见闻，感叹别院的奢华，以及府上丫鬟小厮如何好。整个庭院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气氛异常热烈，而这份喧闹一直持续到别院的主人现身，方才戛然而止。诸位请入席吧。待大家纷纷入座之后，万三爷轻声吩咐道：上菜吧。
一旁的管事心领神会，微微颔首示意，底下的侍者们立刻行动起来，如行云流水般将一盘盘精致的佳肴迅速摆放在桌上。大家不必拘束，这饭菜若是凉了，这味道可就大打折扣了。尽管万三爷已经如此说，但众人仍显得有些拘谨，他们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苏音。苏音留意到这一点，率先拿起筷子，夹起眼前的一道菜肴放入口中。其他人见状，也纷纷效仿，开始品尝起这满桌的美味佳肴来。吃到一半时，万三爷举着酒杯对着众人说：这一路上感谢诸位的帮衬，若是没遇到你们，只怕我早就死在路上了。这一杯敬所有人，我先干为敬。杨大山等人纷纷举起酒杯，干了杯中果酒。万三爷侧头对着苏音说：我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客船，大概后日便可出发。多谢。你这丫头，对我不必这般客气，你对我可是救命之恩呐！啊！嘿嘿，我就是拿钱办事。这鬼机灵的丫头，这是变相提醒他不要忘记报酬。我记着呢，用过膳后到书房，我给你。好啊好啊。苏音眼里冒着闪亮闪亮的光，她可是一直惦记着这一笔钱，5万两一到手，暂时就不用为钱财发愁，到江南那边安置时也不至于抠抠搜搜。在如此糜烂的大庸场，想要安稳地安置下来，钱财必不可少，用银钱打通关系还是很有必要。只想他心心念念那5万两，万三爷同他一道去了书房。这里6万两，多出的1万两是这段时日你们对我的诸多照顾，你别推拒，收下吧。胖爷大气。苏音也不矫情，乐呵呵地将银钱收下，又从另一边的口袋里拿出一个用帕子包裹的东西。帕子摊开，里面安安静静地放置着10枚戒指。这些都给你了。这不好吧？你胖爷我不差钱。瞧瞧这话，苏音冲着他竖起一个大拇指。你们打算在江南哪个州府定居啊？暂时不确定。我在江南那边也有一些铺子，若是以后遇到什么麻烦，可以拿着此牌到万氏商号的铺子来寻我。这一次苏音没有推拒，这块木牌分量比之前任何一件都重。与此同时，百善堂内，二掌柜，刚刚得到消息，咱们送往江南的那艘船只卡在了龙山口。是何故？龙山口那边连续下了3日暴雨，水位暴涨，船只无法通行。苏孝忠点点头，挥挥手让他出去。突然苏孝忠想到了什么，噌的一下从位置上起身。江南大雨，洪灾。前世江南爆发了洪水，汹涌的洪水冲毁了无数的良田村落，受灾的面积波及了江南好几个州。当然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洪灾过后爆发了瘟疫。这件事太重要了。苏孝忠拿起外衫匆匆披上，步履匆匆地往外走。一路上百善堂的打手们瞧见苏孝忠，纷纷停下来打招呼。二掌柜。苏孝忠冲着众人微微颔首，脚步未停。刚刚从外面返回的李二恰巧碰见正准备外出的二掌柜。二掌柜，有消息了。二掌柜，刚才下面有人来禀报说，有一支大约100多人带着马车的逃难队伍已经进城了，他们目前落脚在城北的一家脚店。过去瞧瞧。哎，好嘞。李二不敢有丝毫怠慢，迅速与苏孝忠一同登上马车。不到半炷香的时间，两人便抵达了位于城北的那家脚店。二掌柜，那批人就住在那儿。你挑练几个头脑灵活、办事利落之人，前去与那帮人交流一番，
想方设法从他们口中探听一些消息，务必搞清楚他们究竟是经由哪条道路而来，接下来又意欲前往何方。另外，顺道再询问一下他们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马车留给你用吧，我独自一人在城内走走。好的，二掌柜。李二迅速挥动马鞭，驾驭着马车疾驰而去。苏孝忠穿过北城，一路悠然地走到西城，走进一家茶楼。这家茶楼地理位置极佳，刚一下车，苏音便感受到了不远处紧盯着的视线。他抬起头，顺着那道视线的方向望去，两人的眼神在空中对上，不需要言语，彼此读懂了对方眼神中的讯息。茶楼，苏音低调地推开2楼包厢门，桌上摆放着刚出炉的糕点。不知道你喜欢哪种，爹爹每样都给你点了，吃不下不打紧，等会儿带回去给你小姑他们吃。这一份呢是给你娘的，你娘爱吃桂花糕。苏音坐下后抿了一小口热茶，压一压撑到嗓子眼的饭食。爹，有一件事情我要同你说，我们后日便要启程出发前往江南。我正要同你说这件事呢，江南不能去。午后，下面的人来禀告，龙山口那段河道里的河突然猛涨，好多船都被搁浅在那儿动弹不得。这件事给我提了一个醒，让我想起前世一件事。今年江南会发生洪灾。波及很大？很大。哎呀，这场洪灾规模巨大，是大雍朝这100年间最大的一次。但这并非我劝阻你前行的真正缘由。洪灾后不久，江南地区又爆发了一场可怕的瘟疫，而且这场瘟疫来势汹汹，迅速扩散开来。瘟疫？没错，就是瘟疫。这一次瘟疫影响范围极广，一路向北蔓延，就连上京城周边地区也未能幸免。倒是上京城因为及时封城，倒是安然无恙。所以你们不能往南走，得往北走，去上京城。到上京城后先落脚，过了这个风头之后，江南局势稳定下来后，你若还想到江南，再迁过去也不迟。爹，我想到了。苏英回到客栈，第一时间找到小舅舅与杨屠夫。小舅舅杨虎说，马匹不能卖了。啊？为何？我刚刚收到了消息，江南那边连日下暴雨，前往江南的船只已经开始搁浅。据有经验的船夫说，江南只怕要发生洪灾。洪灾？两人大惊，他们才刚刚经历过旱灾，原本想着去雨水充沛的江南安身立命，没曾想这边要发洪灾。我决定前往北方，你们意下如何？无论往南还是往北，我们都无所谓。但既然南方那边有危险，那我们便往北去吧。三人打定主意后，便分别往南城和东城通知另外3批人。苏音则是前往万府别院，万三爷对他不薄，这件事得通知他，让他早做准备。万府别院，老爷，那位苏姑娘想要见你。请她过来吧。苏丫头，可是出了什么事？胖爷，我想问问你的商号最近是否有前往江南的船只？近期前往江南的船只嘛，倒是有一艘，就是后天要运送你们一同前往江南的那艘船。原来如此，难怪直到现在胖爷都还不清楚江南那边的情况。可是出了什么事？我刚刚得到消息，江南地区可能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洪灾，情况估计相当严重。洪灾？是的，就是洪涝。谢谢你特意赶过来告知此事。苏音留意到万三爷似乎对这场即将到来的洪涝并不太重视，他忍不住再次提醒。
我回去之后正好碰到了几位常年在江南一带行船的人，从他们的言谈间得知，这次江南的洪涝恐怕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来得凶猛。你在江南也有不少产业，所以胖爷，你得要尽早做好打算。你有心了。胖爷，你还记得当初我们路过白极县见到的那个尸坑？这个自然记得。如果这次洪涝规模大、波及广、受灾严重，恰逢又碰到白极县那边爆发，你觉得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万三爷略一思考，神色变得凝重。倘若这两个碰撞到一起，只怕是一场大灾难。万三爷不得不重视起来。你考虑得很周到，你说的情况只怕真的会上演。苏银有老爹上辈子的记忆，自然知晓这件事是100%会出现。他已经通知到了，任务算是完成。后日我们便不下江南，明日我们收拾妥当后，若是快的话，明日午后便会启程离开，前往上京城。你要去上京城了？对，上京城毕竟是天子脚下，又有诸多王公贵族，若真发生那件事，或许那里是唯一的净土。越往北，只怕盘查的力度会越大，尤其是上京城。苏一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已经托人帮你们办理了一批新的户籍证明。谢谢胖爷。我们之间客气什么？户籍证明一做好，我会让管事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好。回到客栈时，杨屠夫和小舅舅还未回来。怎么还不回来？再有一盏茶的时间，客栈的门都要关了。即便宵禁了，没被巡逻的衙役瞧见也没事的。话音刚落，门口处出现了2道身影。哎呀，可算是赶回来了。杨大河看向等候的亲人，有些话不方便在外人面前说，便招呼着大家伙回房。杨屠夫率先开口：那边听你说的，都同意改道去上京城。杨大河跟着说：水月轩和清风客栈两边也都同意了。那行，明日我们准备一些前往上京城的东西。此去上京城路途遥远，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咱们得要多准备一些。众人点点头。东家有过交代，不用客人们付账。你们都是东家的亲朋好友，他怎么会收你们的钱呢？杨屠夫和小舅舅一脸难为情，不由得把目光投向苏音。苏音朝着他们点了点头，他们这才放心地把银子收回来。接着，掌柜从柜台后面取出3个包裹。这是东家特意为你们准备的盘缠，表示一点心意，请不要推辞。掌柜的，请代我转达一句话给他，感谢他的盛情款待。一定一定。就在这时，掌柜又将一封信交给了苏音。苏姑娘，这是您托东家办的事情。苏音心里清楚信封里装的是什么，便顺手接过来说好。掌柜的，麻烦代为转达万伯伯一声，此去不知何时见面，望他保重身体。一定将姑娘的祝福传达到。男人在前头赶马车，女人们坐在车厢内。还都没好好的逛过，下次有机会再来。马车距离城门越来越近，没见到其他人。哎呀，也不知道你大舅二舅他们有没有出发呀？娘，你就别担心了，他们那边人多，肯定会耽搁一些时间。等到了下个村落，咱们便可会合。出城不需要盘查，马车很快驶出林州府城。正在这时，前方的官道上出现了一支队伍，哒哒哒的马蹄声吸引了苏印的注意。在触及到那些人时，他的瞳孔骤然一缩，是他们，他们果然赶上来了。那队人马自然也注意到了苏印这一队人马，只是随意的瞥了一眼，便收回了视线，不再关注。注意到他们这一队人马的人，除了苏印，还有暗中观察的百善堂一行人。百善堂，一名小喽啰脚步匆忙地向后院跑去，敲响了二掌柜房间的门。进来。二掌柜，刚才北城门那边传来消息，
有一支大约30人组成的骑行队伍已经进城了。听下面的兄弟讲，这一伙人看上去不一般。苏孝忠原本微闭着的双眸猛地睁开，眼神中闪过一丝警觉。走，带我过去瞧瞧。小喽啰领着苏孝忠迅速赶到了清风客栈。刚到那里，苏孝忠便注意到正在准备启程离开的杏花村一行人和即将入住客栈的神秘势力一行人。清风客栈门前，李锐带领着众人忙碌地整理行装，所有物品都已经整齐摆放好，只剩下最后一辆空荡的马车尚未安排用途。正当他们讨论该让哪些人搭乘马车之际，突然间一阵喧嚣声传来，只见一支气势汹汹的骑行队径直朝他们驶来。队伍最前方那位戴着面具的男子目光如炬，瞬间便留意到了李锐等人及其身旁那7辆醒目的马车。他的眼神迅速扫过每一个人，最终停留在李家人所骑乘的马匹之上。李锐敏锐地察觉到面具男子投来的目光，心中没由来的一阵心慌，一种难以言喻的危机感涌上心头。而此时背对那行人的李二婆正对着李小叔子一家心生不满。他毫不客气地说：这马呀，可是大家共同出资购买的，老人和小孩可以乘坐马车，你们这些年轻力壮的负责驱赶马车，其他能够行走的人就不行吧？哪来那么多废话可讲？仅仅这一句马是大伙儿一起买的，便成功地吸引了为首男子的注意力，令其将视线从他们的马匹上移开。哎呀，动作快点儿！难道你们还打算在此留宿一晚不成？话音刚落，李二婆这才留意到周围众人的目光似乎并没有落在自己身上，而是纷纷向后张望。他疑惑转过头，刹那间与那一伙人对视，顿时心突突直跳，急忙紧闭双唇，不敢再出声。待到那行人踏入客栈之后，李锐顾不上小叔家的争执喧闹声，连忙催促所有人迅速离去。一直在远处盯着的苏孝忠见到李锐他们安然离开后，不由得长舒一口气。另外3家客栈的人陆陆续续离开林州府，每支队伍都没遇到彼此，且每支队伍都换上了马匹。清风客栈，大人，经过一番探查，我们得到了一些重要线索，有一伙人与我们正在追查的那一伙极为吻合。据了解，这批人来自平阳县方向，人数众多，约有近200之众。他们还带着10余辆装满货物的马车。此前他们曾入住过南城的一家酒店。此前？他们如今身在何处？大人，那伙人他们已于今日搭乘一艘客船前往江南了。江南？除此之外，最近几日从平阳来的人中，是否有什么特殊人物进了林州府呢？并无特殊之人。那么这群人是何时进城？他们于昨日进的城。昨日进城，这个时间点有点不对劲呢。他们今日何时离开？就在我们进城后没多久，那群人就乘船离开了。这么说来，双方几乎是前后脚。这群人昨天才刚刚进城，今天正午过后就能迅速撤离，不知究竟是单纯的运气好呢，还是另有缘由。你率领15人即刻出发，在客船到达下一个站点之前将其截停，彻查清楚。遵命。下属领命后毫不迟疑，迅速挑选出一支15人的队伍，全力追逐那早已远去的客船。与此同时，百善堂内，苏孝忠已经从安插在清风客栈的下属那儿得到了最新的消息。苏孝忠眯着眼，心中暗忖着，这些人很谨慎啊。他放出的烟雾弹，对方竟然只派出了半数人员，显然并未完全掉入陷阱。既如此，那么他只能启动第2个计划。既然你不走，
那就永远留在林州府吧。毕竟百善堂也算是江湖之中赫赫有名的一大势力，想要将这么一支队伍给彻底解决掉，对于百善堂而言，不说是易如反掌，也是不难的。如果这支小队真有能耐，可以做到以一挡百，并一举消灭整个百善堂，那对于苏孝忠来说反倒更合心意。待在清风客栈的这一支15人小队，此刻还不知已经被人盯上，且为他们布下了陷阱，就等他们自投罗网。就在这时，一名神色慌张的小喽啰突然小跑而来。二掌柜，大掌柜已经抵达了南城门，很快便会到堂口。苏孝忠双眉微拧，心中惊讶，大掌柜居然来了。但转念一想，也许这正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快，带人到门口处迎接大掌柜。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苏音带领着他所在的队伍一路疾行，是4支队伍中率先抵达林州府以北方向的第一个村落外围。在村落外围有一座土地庙，这便是他们之前说好的汇合地点。苏音朝庙里扫了一眼，随即收回目光。里面已经有人了，我们就在外面扎营吧。行。3家人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位置，然后开始点燃火堆，为夜晚做准备。今日不方便做饭，便准备吃万三爷准备的吃食。这个香味馋了我一路了。苏母撕扯下一个鸡腿给苏宝珠，又把另外一只鸡腿给苏音。苏音摆摆手，将其推了回去。我喜欢吃鸡锁骨，那个更有味儿。苏宝珠瞧着他们母女2人推搡着谦让着，顿时嘴里的鸡腿儿有些不好下嘴。要不我这个给茵茵？好啊。苏音立马应下，在他愣神之际，一把夺走他手中的鸡腿。你个骗子！我真喜欢吃鸡锁骨和鸡翅，这个鸡腿你们吃吧。你真的不要？他摇摇头，见他是真的，苏母和苏宝珠不再谦让，美滋滋地吃着鸡腿。另外3家包袱里准备的东西大同小异，一些干粮，还有一些卤肉或者烤鸡之类的。最重要的是，包袱最底下放着好几个银元宝，每个银元宝有10两重。胖爷这次真是破费了，以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回报他。胖爷那般有钱，你想回报很难。要是时间倒回，我就不让胖爷干活了。之前胖爷天天在，没觉得怎么样，如今身边少了他，觉得少了一点什么。深夜时分，苏音正睡得香甜，突然一声凄厉的尖叫声打破了寂静的黑夜，所有人都被这声音给惊醒。怎么回事？出啥事儿了？睡梦中的人们被惊醒后，纷纷坐起身来，一脸警觉地四处张望。娘，宝珠，你们照看行李，我去那边瞧瞧，要是有啥不对劲就大声呼喊。知道了，你自己多加小心啊！很快，15户人家每户都派出了1到2个人，走到土地庙前。听起来像是从土地庙传出来的声音。要不咱们进去看看吧？有人提议，然而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更没有人打算冒险进去。正在这时，一名浑身是血的女子仓皇地从土地庙里跑出。救命！救命！有人上前搀扶起女子。里边出啥事儿了？你身上的血是怎么回事啊？女子声音发颤，哆哆嗦嗦地说：里面有鬼！你可莫要胡言乱语啊！这世上哪来的鬼啊？是啊，我没骗你们，里面真的有鬼，里面的人都被鬼给杀了，死了，全部都死了，都死了！鬼来了！鬼来了！女子整个变得神神叨叨的，
似乎受到了巨大的惊吓。有人壮着胆子往土地庙里走，前脚刚踏入，后脚众人便听到了那人的尖叫声，人仓皇地往外跑，生怕跑慢了会被里面的恶鬼给缠上。茵茵，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呀？再等等。苏茵一说话，其他人都按下好奇心。有人追问那人，里面有什么呀？那人喘了好几口气，稍稍平复下心情后开口道：死了，里面的人都死了，很多血，都是血。众人闻言面面相觑，有几个人结伴往里走，见有人进去，其他人纷纷跟上。你们看那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不成这里真的有鬼作祟吗？苏茵深吸一口气，敏锐的嗅觉让她捕捉到空气中的异样气息。她微微皱起眉头，侧过头看着李大夫，并示意他也闻一闻。李大夫心领神会的点点头，紧接着靠近尸体，同样嗅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他们两人的举动并没有引起其他人注意，因为有胆大的人将目光看准了尸体周围的包袱。苏茵与李大夫站起身，两人心中有数，这哪里是鬼在作祟，分明是有人装神弄鬼罢了。有人见到苏茵四人站在一旁不动，大着胆子过来。那些东西你们要不要？不要。苏茵迈步朝着那边走去，李大夫三人立马跟上。苏茵从车上拿了一条面巾，走到幸运逃生的女子面前，将面巾递给对方。擦擦吧。谢谢。你还好吧？女子摇摇头，又点点头。恶鬼没杀你，说明他不想杀你，你应该是好人，所以你不要害怕。女子红着眼点着头。苏茵故作好奇地问：你真的看到了鬼了吗？他长什么样？啊，我就是好奇。我也没见到。你没瞧见，为何要说有鬼呀？我是没瞧清楚，当时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感受到有什么人在我面上挠痒痒，我睁开眼就瞧见一个黑影从我眼前飘过，然后我就瞧见了血，很多血，我身上还有地上都是血。或许你是看花了眼吧？绝对不是我眼花，那里真的有鬼，就是鬼杀死了他们。除了鬼，神的脚会上先让他们都死。那个，你先好生歇息吧。说完，他便站起身来，打算离开。就在这时，女子突然伸手，死死地抓住苏茵的手腕。你可不可以不要丢下我一个人？我好害怕。这个，我求求你了。那我就陪你坐一会儿吧。女子一愣，显然没想到他会这么做。哼，他又不傻，怎么可能将他带回到自家营地去？正在这时，连连传来一声惨叫声。苏茵立马起身，其他人也纷纷朝着土地庙走去。这东西是我的！在听到这声怒吼时，苏茵明白了，是里面的人为了争夺行李打起来了。他差点以为是那名凶手再次出手了。苏茵一行人没有一个人进去，他们可不想掺和进去。我怕。此地人头多，即便是真有鬼魂出没，他也绝对不敢轻易现身，况且黎明将至。那能否让我去你们那儿稍作歇息，待到天色大亮了再先离开？非是我不愿，实在是若我带你回去，我娘会打死我的，你莫要为难于我。说着，也不等他回话，直接起身离开。女人见他逃似的离开，她起身想要去追，杨屠夫一个跨步挡在他面前，眼神凶狠地瞪着他。女人瑟缩着脖子不敢动了。女人眯着眼冷冷盯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放在两侧的手紧紧握成拳，但很快又松开，
恢复柔弱的模样。今晚上都别睡了，大家都警醒着点。今夜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大伙儿也都别睡了。都死了这么多人，谁还睡得着啊？小声点儿。知道了，知道了。距离他们不远处的三波在听到两人的提醒后，一个个也都不休息了。整个土地庙外围，露宿的大人们都清醒地等待着天亮。早上所有人都是吃的干粮，行李收拾完毕后，苏英一行人最先离开。他这边的马车刚移动，一道人影就挡在他们面前。你这是做什么？求求姑娘发发慈悲，带我一起走吧。我的家人全部都不在了，只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如果独自上路，恐怕是连10里之外都走不到，就会恳请姑娘心生怜悯，赐我一线生机。只要能够让我活下来，我甘愿满身做奴婢，忠心侍奉在姑娘左右。求夫人小姐给我一条活路。你往南走，便是连州府，到了那里怎么样都有活路，何必要卖身为奴？不值当的。姑娘莫要说笑，府城内哪有那般好扎根？求姑娘给条活路。哎呀，人家都这般求你们了，你们怎么如此铁石心肠啊？既然你这般不忍心，那你便带上他吧。女人愣住了，那名汉子也愣住了。这位娘子，既然有人愿意收留你，给你一条活路，想来你应当愿意，不会拒绝的吧？那名汉子回过神后，心有异动，视线落在女人身上，眼中带着期待。女人眸中的泪落也不是，不落也不是。这位娘子啊，怎么瞧着你似乎不悦啊？莫不是瞧不起那位郎君？神补刀啊！那名汉子也意识到了女人不愿意跟着自己，脸顿时黑了下来，冲着他冷哼一声，直接甩袖离开。你这女子，分明不是求活路，分明是想享清福吧？后方准备赶路的人，一个个纷纷出言催促。哎呦，赶紧挪开，莫要挡了我们的路。赶紧走。女子无奈，咬紧牙关，从地上起来，人挪到了一旁，让开道。苏音手中鞭子一挥，马车快速地在官道上行驶，将土地庙其他幸存者们远远地抛在后方。主上，属下无能，没能把您交代的事情办好，请主上责罚。哼，真是个没用的废物。属下办事不力，恳请主上再给我一次机会。属下已经打听到他们此次的目的就在上京城，只要我们能在他们抵达上京城之前将其拦下，任务就算是完成了大半。属下觉得东西放在他们那儿比放在咱们身上更安全。若那东西丢失，即便将你千刀万剐都无法弥补。属下绝对不会让他丢失。你还在这里等着什么？若将他们跟丢了，后果你应该清楚得很。男子挥挥手示意道：遵命。将时间倒流到苏孝忠被苏家人遗弃之后，哥，我真的撑不下去了。坚持住啊，哥哥会拖着你一起走的。苏信志艰难地拖着脚步前行，同时侧身回望了一下身后的两个人。娘，星光好像快撑不住了。你难道不口渴吗？还是节省些口水吧，少说话。整个苏家上下竟无一人关心他们二人的生死。阿姨，我真走不动了。新阳，阿姨，小双累了，走不动路，你是哥哥，应该照顾弟弟，背着他走一段路。阿姨，哥哥也走不动了，他怎么可能背得起小双？苏信阳想要拦住他的嘴，已经来不及。注意到苏老头的面色变得阴沉，立马补救。阿姨，我可以坚持，
苏信光还想说什么，却被苏信阳狠狠一瞪，让他止住了嘴。他知道哥哥这么做都是为了他，赶紧的，别磨叽了。苏信双立马爬到苏信阳的背上。苏信双的其他2个兄弟见此，有些嫉妒了，他们的目光不由得投向了苏信光。阿爷，我要苏信光背我。你都多大的人了，还要弟弟背，自己走。说完后，他不再理会后面那些小的叫嚣，他得省点口水。刚走了没几步，突然一道痛呼声响起，只见苏信阳再也坚持不住，脚下一软，2人双双扑倒在地。哥，我没事。正在这时，李氏怒气冲冲地走过来，将小儿子扶起后，转身一巴掌扇在苏信阳的脸。你是不是故意的？让你背一会儿你不愿意，就这么使坏？你看看你干的好事，我儿子都出血了。说着，李氏抬起手又扇过来。这一次，苏信光挡在了哥哥面前，替他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苏信阳刚想说什么，目光却被弟弟唇角溢出的鲜血给吸引住。你怎么了？哥，我疼。苏信阳怒从心起。哎呦，啊哈哈哈！哎呀，苏信阳，你们2个小杂种，居然敢打我娘！看我不打死你们！有路过的流民瞧见了这一幕，有人漠视，有人同情怜悯。哎呀，打得可真狠呐！这是一家子吗？我瞧着不像一家人，倒像是仇人。外人的嘀咕声清晰地传入到苏家每个人耳中。苏老头见3个小子打得差不多了，这才勉为其难地开口：行了，省点力气走路。哼，下次要是再敢这么嚣张跋扈，看我不把你俩的腿给打断。苏老头见2兄弟还蹲在地上，眉头微皱，不耐烦地开口：还不起来？还想等着谁拉你们呢？啊！2兄弟相互搀扶着，一瘸一拐地跟上，本就虚弱的身子如今越发糟糕。哥，我们会不会死啊？不会，我们不会死，我们还要找到娘和姐姐呢。傍晚时分，苏家人如同其他人一样，寻了一块地方准备休息。正在这时，一名獐头鼠目的男子靠近苏家人，瞧着那人模样，苏家人立马警惕起来。莫要误会，莫要误会，我并没有恶意，我过来是想同诸位做个生意。什么生意啊？自然是能让你们一大家子都活下去的生意啊！我瞧着诸位已经许久没吃饱过了吧？你们想不想饱餐一顿呢？这话一出，苏老头瞬间明白了，苏家其他人还是一脸懵。哎，你什么意思啊？别在这里拐弯抹角的，有话就直说。你们2人带着信志他们3人去那边捡点石头过来。爹，石头不是够了吗？让你们去，你们就去。见公爹生气了，2人不敢再多说，带着那3个小的往对面的河床走。说吧。我家有2个女娃，我看老汉你家也有2个小子，不如我们换一换如何？你用2个丫头片子换我们家小子，是不是还要给一些银钱？獐头鼠目男子唇角抽了抽，很是无语地看向苏孝义。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獐头鼠目男子没有理会苏孝义，而是看着苏老头。为何不换一个？你这话说的不就见外了吗？一个没了，另一个肯定不会那么听话，那到时候免不得生出什么事端来，还不如一开始就解决了，不用劳心劳力的。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啊？嘿嘿。话是没错，不过原本我是将那2个孩子卖了，
毕竟是男娃，比女娃金贵一些，也值钱一些。现在2个都要换掉，还是换成女娃，这总觉得有些不值当啊。苏小艺见自己父亲同自己想的一样，要起价来更是理直气壮。你给个5两银子，我们就让你带走。5两银子，亏得你们能张这个嘴。就你那俩孙子，瘦不拉几的，全身都没几两肉，卖个人牙子，人牙子都不屑收，你们也好意思开口就要5两？你们是想钱想疯了吧？待他喷完后，张头鼠目男子直接甩袖走了。这个人怎么回事啊？难道不知道漫天要价开口还价的道理吗？这价格都不还，就拍拍屁股走人，什么东西？老二，你要价太高了。我们家可是2个男娃，换他们家2个女娃，我们多亏呀，让他们补偿一点钱，不是应该的吗？哎呦，老头子，家里的粮食见底了，再寻不到吃的，我们可要吃土了。方才若你们不要钱，直接换了那2个孩子，我们后头也不至于饿肚子。苏孝义听着老母亲的话，听着听着，怎么感觉不对啊？猛地睁大眼。爹娘，你们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你们是想……说了半天，你都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吗？他说用女娃换男娃，我以为他是想找传宗接代的孩子。有些人家里生的都是女儿，不就喜欢从别人家里抱养儿子吗？我以为他是觉得现在换儿子便宜，所以才来同我们换小子。他妈的！他哪里知道那个人如此丧心病狂，居然是想要一子而食。走到现在，他可是从来没想过将三弟那2个孩子换了给别人吃，这完全是……苏孝义整个人都处在一种既震惊又荒谬的感觉中。哥哥，怎么办啊？阿姨阿奶他们这是打算将我们换给别人吃了。他们不是我们的阿爷阿奶。不行，必须要走了，不走只有死路一条。小光，你先抱着这些柴火回去。哥哥，那你呢？你该不会丢下我不管吧？绝对不会，哥哥只是想去寻找一样东西。面对弟弟始终紧握着自己不放的手，难道你连我也信不过吗？哥哥，那我先回去了。苏信阳不敢浪费1分1秒，低着头在山林间寻找。哥哥！突然身后传来苏信光的声音，他急匆匆地跑回来，在见到哥哥真的没有抛下自己一个人离开，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下。哥，你在找什么？你还记不记得以前阿姐曾经和咱们说过，山里面长了一种植物，那个植物有毒，人和牲口吃了之后就会浑浑噩噩，就像是发鸡瘟一样。我记得那个叫驼山草，阿姐还让我们别摘给家里的鸡。对对对，现在我们就是要找这个。好。兄弟埋头寻找。哥，我找到了。对，就是这个。哥，你是不是想要将这个煮给那些人吃啊？苏信阳点头。他们会吃吗？苏信阳凑到弟弟的耳边嘀嘀咕咕一阵后，苏信光不住点头，表示自己记住了。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他们会吃的。兄弟2人一个抱着一些柴火回去，还没走到苏家露营地，就听到苏家大儿媳妇卢氏煽风点火。爹娘，那2个小兔崽子还没回来呀？该不是躲在林子里偷懒不想出来了吧？你到林子里去，将那2个小子带回来。阿爷阿奶，不用让大伯娘来寻了，我们回来了。怎么回来这么晚？
是不是在林子里躲懒？没有。苏老太开始分食物，分到苏信阳兄弟2人手上时，只有一小口水。往日苏信光都会嘀咕2声，但今日出奇的安静。其他人都埋头吃那可怜的碗食，饿极的3个小子3两下就吃完了。可当他们的视线无意中瞄到苏信阳兄弟2人身上时，便顿住了。你们在吃什么？阿姨阿奶，他们衣服底下藏吃的。阿志哥哥肯定是看花眼了，我们可没有藏吃的。一定是阿志哥饿得头昏眼花，才会产生错觉，说我们有吃的。我才没有看错呢，他们就是藏了吃的，我亲眼看到的。他一边说着，一边还想上前去掀开2人的衣角，想要找出证据来，却被兄弟2人躲开。把东西拿出来吧。快把东西交出来，别磨蹭了。哼，跟他们啰嗦什么？放开，你们走开，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辛辛苦苦找到的，凭什么要交给你们？然而2人终究败下阵来，所有驼山草都被2房3兄弟全部抢走。阿姨阿奶，你们看，他们藏的吃的，我就说他们兜里藏了吃的的。几个大人满腹狐疑地盯着那些植物，脑海中不约而同闪过一个念头：这玩意儿真的能吃吗？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个就是一般的野草，我们看着挺鲜嫩的，所以就顺手摘了些回来充饥。小光，你跟阿爷说说，这到底是什么？快说！阿奶，你别打弟弟，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们只是看到有人在林子里摘这个来吃，觉得好奇，所以才跟着摘了一些回来充饥的。以后瞧见了这种事，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知道吗？2兄弟乖巧地低着头，在他们谈话时，苏信志偷偷摸摸地拿起一根塞入嘴里，直接嚼吧起来。怎么样？娘，第一口吃着一股子的青草味儿，到了后面就有一股子的甜味儿，很好吃。2房另外2个小子见哥哥都吃上了，立马将一把驼山草塞入嘴里，生怕等会儿就没了。好吃，比那个苦苦菜好吃。苏家2老再也坐不住，一把将那几个小子怀里的驼山草全部拿了过来。阿姨，我还没吃饱。娘啊，你也给我们几个尝点呗，让我们也见识见识那到底是啥味儿。哪来那么多给你们吃的呀？老婆子，你去倒点水，挑拣一些，放锅里煮一煮，分给大家伙一起吃。一群饿死鬼托生的玩意儿，定点东西都捂不住。娘，既然这玩意儿在树林里都能找得到，那咱明儿个白天再去林子里寻吧寻吧呗，说不定还能找出不老少呢。我觉得知道这儿能吃的人还少，林子里寻到的机会肯定大着呢。苏老太听着觉得言之有理，脸上的表情好了许多。锅里的水很快煮沸，5个大人迫不及待地尝试。阿爷，我们……哼，你们还想吃？在林子里，你们2个小兔崽子肯定都吃饱了，这点东西还要分，真是没良心的。苏家真是白养你们这么多年。被训斥的兄弟2人低着头不敢反驳，任由苏老太责骂。苏家8口人美滋滋地喝着驼山草汤水，谁都没有在意苏信阳兄弟2人。今晚苏家所有人都很满足。你们2个小的手艺，有什么事情叫我，别想着偷懒，知道吗？要是让二伯知道，小心你们的屁股。苏信阳兄弟2人不住点头。月明星稀的夜晚，皎洁的月光如轻纱般洒落在大地上，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而神秘。哥，可以了吗？苏信阳抬起头看了一眼天空中的月亮，
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向睡得最轻的大伯娘。大伯娘，大伯娘！苏信阳又一次试着叫了一声，可平时一碰就醒的大伯娘，此刻竟然完全没有要醒来的迹象。阿爷，阿爷，有歹人来了！苏老头一动不动，好似睡死过去。见状，苏信阳这才放心，将他们身上的东西全部拿走。兄弟两人开始在苏家人身上搜刮，无论是谁都没放过。大约过了半炷香时间，两人总共搜到了58两银子。苏信阳数完钱后，从中分出1/3放在弟弟苏信光身上。哥，这些银子还是你自己拿着吧。不行，如果咱俩途中遭遇什么不测，你身上有点银子也能应应急，只有这样我才能放心。面对哥哥不容置喙的态度，苏信光将银子贴身放好，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兄弟俩每人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袱，准备启程离去。哥，我真不甘心，我真的想打他们一顿。现在不能打，以后若有机会咱们再打回去。爹娘，你们看那些人是不是死了？那家大人瞅了一眼，目光被散落在一旁的衣服给吸引。那衣服瞧着还可以，拿了一件后，见苏家人还睡着，一点反应都没有。其他人立马冲过去，不客气地开始抢夺那些用得着的东西。这个是我的，这明明是我先拿到的。滚开！这分明是我先拿到的。众人争夺起来，推搡之间，有人一脚直接踩在了苏家人身上。在他们眼里，这些人就是尸体，自然没什么顾忌。然而沉睡中的苏家人感受到疼痛，眉头微微皱起，逐渐醒来。当两人看清楚眼前的情形后，整个人都傻眼了。只见一群人在争抢着东西，而那些东西都是他们家的。住手！我操，诈尸了！苏家其他人也陆陆续续醒来。你们在干什么？哄抢的人看到苏家人都醒来了，一个个都意识到了他们没死，可让他们把拿到手的东西归还给对方，断然是不可能的。跑啊！众人如梦初醒，一哄而散。苏家人起身想要阻拦，可却发现四肢无力，刚起身，身子便软地跌坐回去。这些杀千刀的呀，老天爷呀，收了这些杀千刀的吧！这些畜生，你们不得好死！我诅咒你们断子绝孙！苏老太的呼喊声吵得人头疼。哎，娘，别喊了！东西都被人抢走了，我骂一骂又怎样？娘，还是省点口水吧，咱家现在可没一丁点水了。一提及此事，苏老太瞬间哑火，不敢多言，省点口水。一直一声不响的卢氏开口询问：爹娘，你们有没有觉得身体无力呀？苏家人闻言纷纷点头。哎呀，平日里我就较浅，可今日这么多人围在身边大吵大闹的，都未能将我惊醒，只怕是昨日咱们吃的东西有问题呀。是那野菜。信阳、信光。苏老太咬牙切齿地挤出两个名字，视线在周围寻找两兄弟。他们去哪儿了？他们人呢？那两个小兔崽子跑到哪里去了？爹娘，他们会不会早就离开了？不可能吧。仔细回想昨夜的情形，分明是那两个小兔崽子故意骗咱们吃了那野菜，他们定然知晓那野菜是吃不得的。哎呦，我的老天爷呀！
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养了那么2个白眼狼，早知道如此，昨日就该将他们送给那些人得了，省得他们祸害了咱家呀！没了，什么都没了。苏老头气急攻心，人突然往后倒下。老头子，阿姨！苏家人齐齐围拢在苏老头身侧，掐人中的掐人中，拍他手心的拍他手心。好半晌，两眼差点翻过去的苏老头，在苏家人的抢救下，终于缓过神来。没了，银子没了。都没了吗？苏老头浑浊的眸子里噙着眼泪，冲着老伴儿点点头。大房媳妇卢氏与二房媳妇李氏二人，在听到银子2字后，立马在身上摸索，藏银子的地方一阵摸索后，两人的脸色齐齐一变。没了，没了！哎呦，那2个小兔崽子1分钱都没给咱留呀！走，咱们现在就走，我们走快些，追上那2个小兔崽子。对，相公说的对，咱们现在走。走。苏家人都准备起身。不行，走不了。爹娘，要不咱们先走吧，先到前面将苏信光那2个小杂种给抓到了，在前头等小叔子他们吧。你说什么混话？哎呀，咱们要是再不走，想要再找那2个小子可就难了。我就怕有人先咱们一步将那2个小子给抢了，到时候……爹娘，你们快些去，一定要找到那2个小子，绝对不能放过他们。苏家二老立马带上了老大媳妇儿往前赶路。3人走出半里路后，苏家二老便感觉到腹部一阵绞痛。老大媳妇儿啊，你等会儿，我肚子不舒服，你搀扶我到林子里去。苏老太冲着卢氏招手，卢氏眼下眼底的嫌恶，走上前，扶着苏老太往林子里走。